就在1973年的一个夜晚，美国密西西比州2名男子突然来到警局，神色看起来还是有点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说就在几小时前，他们被外星人绑架了。警方当然不相信，想说要拆穿他们，于是就在警局办公室内偷录音2人的私下谈话，来观察他们会不会露出说谎的破绽。但没想到这2名男子被录到的对话都不像是在瞎掰骗人的。好，这段录音呢，等等再给大家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故事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在10月11号那天是个星期四，42岁的希克森揪了造船厂同事18岁的小帕克，下班后到帕斯卡古拉河钓鱼，但是他们却在河岸边发现了怪事。首先是听到了怪声音，接着突然发现河面上方出现了像卡车那么大的椭圆形物体，前面还有2个超亮的蓝灯照射出来，然后就有3个长得很奇怪的生物朝他们飘过来。但这些生物啊，跟我们之前提过的外星人完全不太一样哦。这次这3只皮肤灰灰皱皱的，没有脖子，还几乎看不到眼睛，鼻子和耳朵尖尖的，很像是插着3根胡萝卜那样。手的部位呢，还长得像是龙虾的爪子，脚呢则是没有脚趾，粗粗厚厚的，就像大象的脚一样。这种怪奇的生物会是来自哪里呢？等一下告诉大家。这时候，其中的2只怪怪的东西啊，就过来把希克森与帕克用爪子手把他们2人抓起来。虽然帕克感到很害怕，但他说他瞬间好像被注射了什么东西，又立刻冷静下来。接着，他们就被送进了不明飞行物里面，并出现了一个漂浮的大眼睛，对着他们做了全身性的彻底扫描，就像医师在做检查一样。大概进行了30分钟后，才把他们2人放回河边去。这个时候，希克森与帕克2个人赶快先进到希克森的车内，试着让受到惊吓的情绪平复下来。只是他们俩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说出去，因为讲了可能会被大家笑，觉得他们是不是疯了。可是呢，又担心这可能牵涉到国家安全啊，所以呢，希克森与帕克还是决定先联络密西西比州的凯斯勒空军基地。但是啊，军方却告诉他们，原本由空军来推行的蓝皮书计划早就已经停止了，所以呢，不明飞行物这东东啊，已经跟空军无关了。如果有朋友想知道蓝皮书计划是什么，也欢迎点开小金的这一支关于罗斯威尔事件还有爱因斯坦也参了一咖的影片去看看哦。就在被空军拒绝了之后，希克森与帕克才找上了警方。他们跟警方讲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后，果然被怀疑他们2人是来乱的。警方就先把他们留在办公室内，并用录音机录下他们2人私下的对话，想看他们露出马脚。以下就是他们录音内容的一小段。They just froze out just like that. I couldn't move, just like I stepped on a damn rattlesnake. They didn't do me that way though. Oh Lord, I passed out. I passed out. That's the first time I ever passed out in my life. I've never seen nothing like that before in my life. You can't make people believe that though. 警方本来是觉得这2个老百姓说自己被绑了，认为这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希克森与帕克为了缓和情绪，喝了一些酒，身上有酒味，让警方更认定他们在胡说。可是呢，偷录音的对话内容却发现2个人并没有继续讨论要如何骗下去，也没有行骗成功之后的开心窃笑，反而是非常的焦虑不安。这才让警方认为希克森与帕克所说的应该是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原来他们身上还留下了肌症啊！就在事发3天之后，希克森与帕克他们2人进行了身体检查，发现他们身上多了几个奇怪的穿刺伤，像是在希克森的左手臂就有3个穿刺伤，甚至皮肤的表皮像是有被切除掉了一些，而帕克则是在左脚脚踝内侧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穿刺伤痕迹。而且希克森与帕克他们2人都曾在后来第2度遇到外星人来地球探访他们。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希克森与帕克可能早已经被外星人做了什么手脚来做定位追踪吗？而这会不会是跟穿刺伤的伤口有关呢？甚至帕克还曾经表示，外星人会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讯息给他呢。不过帕克在经历1973年事件后出现了创伤后压力症，帕克还因此常去看医生。本来帕克也不愿跟人谈论此事，一直到45年过后，帕克才决定要把事情写下来，出版了《帕斯卡古拉：近距离接触我的故事》这本书。
而帕克在这样惊吓的异次元接触后，几乎是花了大半的人生，才终于能够调整为用比较平静的心情去面对这件事了。后来还传出，在1的法则也提及说，这些外星生物啊，其实是来自天狼星，他们就是来地球想要向被绑的人学习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个说法你觉得呢？也提供给大家知道哦。虽然希克森与帕克都已经走下生命舞台了，但这个1973年与不明生物的这一场惊魂记还是会继续流传下去的。今天就分享到这了，下次见了，拜拜。